曾经让美国支持中国抗战，甘愿借中国贷款，桐油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，能让老美付出到这个地步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桐油是一种很优质的材料，特别以其耐腐蚀性和稳定性著称。而中国是重要的原产帝国。1937年日本侵华期间，当时中国的桐油主要产地广州和上海遭到重创，桐油的供应也就中断了。而此时美国正需要大量桐油，却遭遇了供货短缺。就这样，区区一个桐油竟然改变了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。1939年，美国与中国签署了桐油借款条约，美国也正式支援起中国的抗战。说起外交，桐油早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国际流通。16世纪时，来自西班牙的学者门多萨就曾在《中华大帝国史》中感慨地说道：“涂有桐油的中国船只，其使用寿命竟能达到欧洲船只的2倍之长。”这一发现让桐油名声大噪，于是1516年，葡萄牙人便迫不及待地与中国达成了首笔桐油交易。随后的上百年间，桐油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，在欧洲大陆引发了贸易热潮。尤其在2次工业革命期间，桐油更是成为西方不可或缺的工业原料。如今，欧洲还特设桐油博物馆，用以铭记桐油对欧洲工业发展的巨大贡献。桐油说起来这么传奇的东西，其实就是桐油果子中提炼出来的果油，其历史之久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据史书记载，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就学会了种植桐树，并发现了桐油的用价值。到了隋唐时期，桐油就被用于防水，涂抹到船体、航海领域，桐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接着到了19世纪，法国的克鲁兹发现桐油的干燥作用也很好，就利用它来保养电缆和军械，桐油也因此水涨船高，变得更加珍贵。而桐油作为商品流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，当时随着人们对桐油价值的逐渐认识，大规模的人工栽植桐林也开始兴起。为了规范和管理桐油的买卖与流通，宋朝官府还特设桐油作司，桐油贸易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。中国独有的桐油让欧美竞折腰。抗战时期，为了得到桐油，那是又给钱又给物。工业革命时还修了一座桐油博物馆。为什么欧美不自己制取？难道他们做不出来吗？桐油的制取过程算得上既古老又独特。首先要对成熟的桐子进行采集，采集时主要精选表皮干燥的没有病虫害的果子。桐子的质量决定了后续桐油的品质。然后对桐子进行清洗，清洗时要先用清水进行浸泡，然后用刷子刷去表面的浮灰和杂质。接着就是把清洗后的桐子放到通风处晾干，晾干时要保证桐子不受潮，大概晾2天的时间就可以炒桐子了。炒制桐子讲究的是小火，受热要均匀，把桐子炒熟炒脆，这样处理好的桐子才能开始研磨。研磨桐子可以用研磨机或者石磨，要磨成粉末状才行，这样桐子的细胞结构就被破坏了，油脂就可以提取了。磨碎了的桐子被放到提取器中，加入适量的溶剂，比如苯或者醚，这些用的就是化学里的相似相溶原理，充分搅拌均匀后静置就可以了。分离出来的油脂还要进行蒸馏，把溶剂去除。蒸馏的时候不仅要控制温度，还要控制压力，受热过度也会引起桐油的变质。当溶剂被彻底清除，蒸馏就完成了。蒸馏好的桐油还会有杂质和残渣，这时候就需要对溶剂再次的进行过滤，过滤后蒸馏的油脂相对就比较纯净了。还有最后一步就是精炼，精炼后的桐油色泽和品质会进一步提升。很难想象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是怎么想到这些方法的。中国桐油究竟有多牛？放在全世界都是工业制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不仅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耐腐蚀性，还具有较高的干燥性和成膜性，可以形成一层坚韧的保护膜，对木材、金属等材料起到良好的防护作用。桐油还具有优良的耐水性和耐化学性能，可以抵御多种化学物质的侵蚀。古往今来，桐油的应用遍布各个行业。建筑领域，它可以用于木材的防腐和防护，能够有效地延长木材的使用寿命。桐油还可以用于制作防水涂料、油漆、地平漆等产品，为建筑物的外观和内部装饰提供保护。古都南京在风雨飘摇中已经走过了600余载的明城墙，就用到了桐油。整个明城墙就是用石灰、桐油和糯米汁作为砖石的粘合剂，城墙极为坚固耐久。这段城墙不仅长度是明朝时的世界之最，至今也享有最坚固城墙的美誉。
桐油是制漆工业中重要的原料之一，它可以被制作成各种性能优良的油漆和涂料。这些油漆和涂料具有独特的光泽和质感，被广泛应用于家具、门窗、地板等木材的涂装。医药领域，它可以用于治疗烫伤、皮肤炎症等疾病，具有消炎、止痛、生肌等作用。桐油还可以用于制作一些中药制剂，如桐油丸、桐油膏等。化工领域，它可以作为原料生产各种化学品，如脂肪酸、甘油酯、生物柴油等。这些化学品在工业生产中也是最基础的物质。当然，桐油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，例如大漆这一传统工业产物就是以桐油为主要原料制成的。大漆具有独特的光泽和质感，被广泛用于制作各种漆器，如漆碗、漆盘、漆盒等。这些漆器不仅美观实用，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而在中国古代，漆器更是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，深受皇室和贵族追捧和喜爱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